快叫救护车！然然，风哥哥，如果我们有幸活下去，我一定嫁给你。然然，你挺住啊，然然！快叫救护车！你是我长发筑起的梦想，也是我低头许下的愿望。有一天你会隆重登场，牵着我去看那岁月。我没死，有我在，你当然死不了。你的毒一解，好生调养便可。感谢凌霄神医救命之恩，我商路必将肝脑涂地，报答您的大恩。然然，你的医术又精进了，不愧是名扬国际的凌霄神医。还不是师傅教的好吗？要不是师傅3年前救下我，又留下我，恐怕我早就死在那场车祸了。好徒儿，3年前你的父亲因为你的离世，他自己也悲痛离世了。你的母亲也已经病入膏肓，你呀还要与你父亲相中的庄少爷庄明结婚，你该去赴约了。啊，你能不去吗？你说呢？师傅说我的记忆虽然大部分恢复了，但还是有一部分忘记了。他看起来好熟悉，难道就是我那个忘了面孔的未婚夫？你好，你就是我的未婚夫吧？你好，你就是我的未婚夫吧？怎么没人说我未婚夫长得这么帅？哦，我是和你从小就有婚约的舒然。医生说我车祸后受到的刺激太大，就选择性失忆了。这女人好像很眼熟，可我应该是没见过她的。你认错人了吧？我叫方宇哲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看这咖啡厅里面就你自己。我来了。认错人了。一个死了爹又被赶出家门的野丫头，也配当我未婚妻？庄灵，你带我堂姐来是什么意思？看不出来吗？我跟庄少情投意合，今天约你来是退婚的。你就是风宇宙。你是和我相亲的舒策？居然还是个残废，那看来是连收入都没有了。这样的你，也配和我相亲？一个残废还好意思出来相亲啊？宝贝，看到了吗？哪里比得上我半点？某些啃老的软饭男，也配和彬彬有礼的风先生相提并论？这女孩还挺善良。舒然，你居然拿下等人跟庄少比！既然你这么喜欢残废，那你就嫁给他吧。不过人家还不一定会娶你这个野丫头呢。你好，我叫风宇宙，今年25岁，家里催婚催得着急。我现在需要一位妻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好啊，正好我也不想嫁给你这个满脑子都是水的未婚夫。我看你们就是为了面子才说出这种话，你们根本不可能结婚。那我们现在就去领结婚证。
为了赌气，我竟然和认识不到10几分钟的陌生男人结婚了。婚，我们结了。你还真是饥不择食啊！我可是庄家的继承人，这玩意儿可比不上我半个手指头。倏然，就等着后悔吧。走，那就等着瞧，看谁会后悔。我们离婚吧。我们离婚吧。为什么呀？我双腿残疾，本来刚才也是为了帮你渡过难关，和你在一起会耽误你的。不会，就算你没车没房也没关系，我收入还不错，我养得起你的。可他们刚才不是说你父亲去世的早，你又被赶出去了，你哪来的钱？我会医术啊，我上个月刚救了一个外国的皇室公主，那治疗费怎么着也得一个小目标吧。你呀，少看点无脑短剧。我说的可都是真的，我医术真的还不错的。你别气馁，到时候我帮你出气，狠狠地打舒灿的脸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青州第1豪门封氏的继承人，同时也是富豪排行榜第1的封家的总裁。以后啊，有我罩着你。你一本正经的样子，说的我都信了。不过我说的可是真的，我医术真的还不错的，我现在就可以帮你看腿。等等，我的腿是车祸受伤的，找遍了大江南北的神医，也都无济于事，治不好的。若是能找到那个修神医，说不定。喂，好，我现在就过来。医院那边出了点事儿，我得先过去。你先去吧，我不太方便，我等等再去。好。风总，舒家今晚给舒老爷子举办寿宴，听说您刚回国，特邀您赏脸参加，这是黑金邀请函。不去，现在送我去市医院。是。医生说伯母摔伤了脑子，好在抢救及时，但以后可能就是个植物人了。问题不大，我能治好。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？舒灿母女为了抢走你爸爸留下的股份，污蔑伯母水性杨花，拍到了伯母和另外一个男人出轨的照片，驱逐你和伯母离开舒家。伯母为了自证清白跳楼，但我查到了，照片里那个女人并不是伯母，而是整容成伯母样子的另一个女人。今天晚上就能抓到。舒家母女果然可恨，听说今天是我那个爷爷办寿宴。是。待人证抓到之后，带着物证一起去寿宴，我要亲自去寿宴上，还妈妈一个公道。夫人的母亲就在这间病房。你怎么来医院了？妈的病还好吗？抢救回来了，不过成了植物人。这张 VIP 卡，你拿去看病。另外，我已经找了国内最好的脑科医生。我已经缴过费了。那你也拿着，随便花。可你自己生活都困难，这点医药费我还是负担得起的。自从我爸爸去世后，所有人都说我克亲人，所以就把我扔在外面不管不顾的。长这么大以来，你还是第一个对我这么好的人。原来他过得这么苦。我们已经结婚了，我们是夫妻，我以后不会让你再受到伤害。不过既然你都说我们是夫妻了，我帮你看看腿。
你的腿是因为之前车祸没有来得及动手术，导致伤了神经。骨头倒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肌肉也没有萎缩。如果打断骨头重新接的话，我有70%把握。你真的有把握？我从来不说假话，不过我一会儿得先去舒家宴会处理点事情，等宴会结束我就过来帮你治疗。可以问一下是什么事吗？我妈妈受人诬陷了，我去宴会上帮我妈妈讨回公道。我陪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。我先去选礼服，你好好休息。告诉舒家，这次的宴会我也要去。我的妻子不允许任何人欺负。风总，我有件事要汇报，冉冉小姐的墓被弄走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听我说完。我打听到冉冉小姐没死，被青龙殿的人救走了，就是现在的凌霄神医。你说真的啊？千真万确。太好了，你现在就调查冉冉小姐的具体下落。是。人抓到了吗？抓到了，在来的路上。啊，对了，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当中有一张1个亿的凤凰金卡，舒家举办寿宴的那个酒店是我的，你拿着这张卡就是整个酒店的主人。那个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你不是马上要结婚了吗？我担心你被骗，所以调查了你老公。哎，你别急啊，我调查过了，那个跟你一起出车祸的人就是你老公，他可能就是你一直想不起来的心上人。你说什么？我保证我没有骗你，骗你我保证这辈子赚不到钱。冉冉，送给你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听说这是你的传家玉佩。对，带着它以后，你就是我方家的女主人。原来我老公就是我脑子里的那个模糊人影。那你先要去见你老公吗？此事不急，当务之急先去宴会，还妈妈的清白。好，我明白了。那我先去现场打个招呼，等你到了才去接你。老爷子，祝您多福多寿，寿比南山。老爷子，祝您多福多寿，如鹤如松。祝您福寿安康，笑颜永驻。谢谢啊。爷爷，这件玉佛呀，是庄少送给您的寿礼，价值800万呢。我替庄少呀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，庄少有心了。爸，庄家已经是青州有头有脸的人物了，他和舒然退婚，和我女儿舒灿订婚，你怎么不答应呀？是啊，爷爷。人家好不容易才攀上庄少的。鼠目寸光，你可知风总今晚会来？只要你收到风总的青睐，嫁进风家，我舒家未来不可限量。那庄林怎能比得上风总的一根手指头？爷爷，您是说，是那位青州第一豪门，风家的掌权人，更是全球富豪榜排名第1的天才，风氏 CEO 风雨中。没错，此人身份尊贵，可称得上万人之上。那庄林怎么能跟风总相比呢？今日你可得好好表现哦。爷爷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不过庄林那边我得先安抚，我先去接他进来。注意了，今天风总是拿着黑金邀请函过来的，见到了不可怠慢啊。
商总到！商总，好久不见，快入座。舒老爷子不必客气，今日我来参加你的寿宴，只为见个人。我是来提前告诉你们，不要认错了。谁？你们听过凌霄神医吗？难道是那个享誉国际，引得各国元首都争相求诊的，据传说永不露面的凌霄神医吗？没错，凌霄神医今天会来。我是来提醒你们，今日不要出现任何乱子，打扰到贵客。你放心啊，这凌霄神医这么厉害啊！商总已经是我们高攀不上的大人物，但他还不配和风总相提并论。但是商总背后那个传闻从不露面的凌霄神医，倒是和风总不相上下。这凌霄神医这么厉害啊！哎，快去接张少去。凌霄神医，你来了。好，我这就去接您。商总，能否随你一道去迎接？凌霄神医平时喜欢低调，我一人接待便可。庄少，你来了。听说风总和传说中的凌霄医神也会来参加今日的寿宴。庄少，你也听说了？没错，今天的寿宴，我就是来与这2位大人物结交的。若是能教好其中一方，庄云两家就可以一飞冲天了。老公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怕你受欺负，所以来陪你。老公，等宴会结束之后，我告诉你件事情。好啊。舒然，舒家已经把你和你那个水性杨花让舒家颜面扫地的妈给赶出去了，你怎么还有脸来啊？你害了我妈，你说我来干什么？你说这话谁信啊？你刚嫁给了一个瘸子，又来参加寿宴，你不会是想吸引我的注意吧？都说这人要脸，树要皮，怎么会有人连脸都不要了？说得好。你不过就是嫁给了一个残废，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我要是你啊，我非得找个缝钻进去。残疾怎么了？我老公心智成熟，三观正，又是大帅哥。你们这群癞蛤蟆也配和他相提并论？够酷的啊，舒然！哎，你口味这么重啊，连一个残废你都下得去手？就是一个只能坐轮椅的残废，连幸福都不能给你。和他结婚，你就等着守活寡吧你。老公，他们嘴臭，我们离远点。舒然，叫你祖宗干什么？庄灵，与其你在这多管闲事，不如去担心自己被戴了绿帽子。你胡说什么？一下试试。我老公保护起我来，真傻。死瘸子，仅在我面前也该逞英雄救美这一套。哎，你要不要试试我的拳头能不能打爆你的眼睛啊？啊！你竟敢对我动手！你都敢欺负我老公了，我不打你打谁？岂有此理！舒然，你找死！仗着有几个臭钱就在这嚣张跋扈，滚！你们在干什么？阿灿，宴会就要开始了，你怎么还不接庄少进去啊？妈，你来的正好，这2个人啊想擅闯寿宴，你可千万别让他们进来啊！舒然，这就是那个残疾老公跟我的差距。我可以随意进出的场所，他这辈子都进不去。就连你爷爷的寿宴，他都没有能力帮你进去。你和你这个残废老公啊，是没有资格和我们平起平坐的。伯母，赶紧让他们滚！哎，是，好的，庄少，还不快点滚！这可是舒家包场的帝豪酒店，没有邀请函是不能进去的。你们2个赶紧滚！谁说我没有邀请函？啊，这不是舒家最高级别的黑金邀请函吗？是爷爷亲手送出去的黑金邀请函，只有风氏集团的总裁才有。
这邀请函不是只有风氏集团的风总才能拿到吧？没错呀，爷爷千叮咛万嘱咐的，只有风总才有这张黑金邀请函。他一个没有工作、什么都没有的残废，怎么可能是风氏集团总裁啊？这邀请函不会是你偷的吧？那就更不能进了啊！偷鸡摸狗的鼠辈，赶紧滚！狗仗人势的东西！今天这宴会我进去定了你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来人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什么时候上厕所不行，偏偏这个时候拉肚子，让神医等久了，真是罪过。商总好。商总好。商总，这两个下等人想要混进寿宴，舒小姐让我将他们2人赶出去呢。商路，我在门口没有等到你，就自己先进来了。你好大的胆子啊！竟然敢这么称呼商总，你找死啊！此酒店禁止喧哗，喧哗者一律赶出去。啊，商总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我不想说第二遍。滚！你没事吧？还好。等有什么事儿，我单独约你再说。好，那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你先去忙吧，我不喜欢有人跟着。风总，我就先行告退了。你就是风总啊？以前的旧识，你呢？你猜？我不猜。不过，你怎么和舒灿相起亲的？家里安排的，我也不清楚。那等宴会结束再说吧，先进去吧。都怪那2个下等人，害我被赶出来。没关系，等会儿爷爷会派人来接我们的。不过那个瘸子真的是风总吗？不可能，我没听说过风总双腿残疾啊。我爷爷见过风总，他敢冒充风总，一会儿让爷爷当面拆穿他，将他们都赶出去。妈，爷爷什么时候来？有人冒领风总的身份。放心吧，寿宴马上开始，爷爷马上就来了。冒牌货装不了多久。果然是流浪在外的土妞啊，穿得再好，也遮不住满身的穷酸味儿。当初我爸看走了眼，居然给我定了个这么不是东西的未婚夫。你说谁不是东西呢？行吧，那你是个东西了。庄少，别生气，她呀，就是个流落在外的野丫头，没见过什么大世面，也就是嘴皮子厉害。是啊，没有爸妈教导，没素质也是正常的。何止是没素质，他妈水性杨花，在外面跟别的男人乱搞，败坏家族名声。我看他呀，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，在外跟别的男人鬼混了这么久，谁知道还有没有贞洁啊？都21世纪了，怎么，你的脑子是落在了封建社会，裹了小脑回不来了是吗？哟，被我说中了，你跟你那个妈一个德行，朝三暮四，不守妇道，伤风败俗。舒家2夫人都敢出轨，我看这个舒然啊，根本就不是舒家的种。他爸当年啊，可能就是知道这个真相才被气死的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谁知道这个野丫头待在外面还干不干净？舒然，你放肆！再敢诋毁我妈一句，撕烂你们的嘴！庄少，你没事吧？庄总息怒，我爸的寿宴还没开始，而且你看那边，商总也在这儿。这帝豪酒店老板独子也来参加寿宴？是啊，他可是在场重要级别的嘉宾，他最讨厌乌烟瘴气了，惹怒了他得不偿失。放心吧，待会儿我们有的是机会教训他。舒然，舒家的规矩，100万礼金入场，1000万礼金上座，而想站在这儿，更是要送价值连城的礼物才有资格。请问你是送了多少分钱的礼物啊？1分钱的礼物都没准备。没准备礼物啊？那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们站在一起？不是牙木说你，能站在这儿的人非富即贵，
要不就是送得起1000万以上礼物的人。你1分礼物不送啊，我也就不说你了。要是你有尊贵的身份或者身价上亿，站在这呢，你没人敢质疑你。现在的你，可没资格站在这儿。这么说，只要能拿得出上亿，就能在这儿了。没错，但你一个刚从山上下来的村姑，兜里恐怕连半毛钱都没有吧？舒然，你一个从小在家都不得宠的人，恐怕连真金白银你都没见过。被家族厌弃的穷酸货，能参加宴会就已经很是抬举了，居然还想这里尊贵的位置，真是不知所谓。要点脸就赶紧让位置，免得惹众怒，让爷爷为难。不就是1个亿吗？我这儿正好有张1个亿的卡。你从哪个破垃圾桶里捡出来的打折卡？也想哄骗大家？毕竟啊，是在我流落3年的土妞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自然是装有钱人装不下了。丢人现眼！你们不够格，不认识这张卡也很正常。不过在场的有人认识这张卡。上路。凌霄神医，您且吩咐。告诉大家，这张卡里有没有1个亿？你是凌霄神医？我凌霄神医竟然是野丫头，这人不可貌相啊！我可听说了，这凌霄神医可是医死人肉白骨的1界天才，各国元首都争相交结呢。他不可能是凌霄神医。凌霄神医21岁就已经名扬国际了，他一个从小在家不得宠、不学无术，又车祸后在外流落3年的野丫头，你们觉得他有这个本事吗？不错，舒家每年都会去探望。据说凌霄神医一直游走各国，舒然没有1个条件符合。这里人多眼杂，我仇家也不少。我凌霄神医的身份确实不适合在这个时候暴露。我确实不是凌霄神医。哼，你们看吧，他承认了。说吧，你这卡从哪来的？捡的。既然是商总的，那就物归原主。枕巾早就结完了，正好拿回去，免得拿人手软。捡的？我看啊，就是你偷的。赶紧来人，给我把他抓起来！就凭你，我看今日谁敢动他？老公，真好。我看在场的诸位，今日谁敢奈我何？下了个残废，还敢在这里嚣张？可不是嘛！像这种无权无势、没钱没背景的社会垃圾，找一个残疾人，简直毫无价值。舒然，虽然我瞧不上你，但是咱们好歹有个婚约。我劝你，你就赶紧把它丢掉吧，不要再因为偷卡的事进了局子，让他把你的所有钱都卷走了。我老公可不是你不知道。舒然，这种穷酸卑贱的男人，狗都不嫁，你居然当个宝贝！在我眼里，我老公帅气绅士，谦虚有礼。你们在场的诸位，连我老公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。没有那么夸张。我说的可是真的，是在场所有踩高捧低的人都高攀不上的人。不知鼠辈，狂妄自大，简直找死！这样让他们闹下去，等风总来了牵动我们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来人，把他们拖下去！这不是风总吗？都给我住口！爷爷来了。风氏集团风总，不仅是青州豪门风家第1继承人，又是全球富豪榜排行第1的人。你敢冒充风总，你死定了！你害怕吗？你都这么有自信，我有什么可怕的？哼，舒然啊，这次可不是小打小闹啊！你和你这个残废老公啊，就等死吧！我今天倒要看看，谁敢动我！死瘸子，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大口气，在青州你是第1个，你也是唯一敢冒充风总还这么大口气的人。想死的话，就别跟大家不客气了。爸，你可算来了！老爷子，这有个瘸子在这冒充风总。爷爷，你见过风总？你快告诉大家，这个残废是不是假货？给我闭嘴！恭迎风总大驾光临。两位，你们舒家可是给我一个好大的惊喜。风总，是我家教不严，对不起。然然，跟风总结婚，这么大的事，居然不跟家里说。
现在你们不都知道了吗？刚刚你儿媳妇儿、孙女儿还要赶我们走。对不起，凤总，是我家教不严。我记得你刚才说，怕被我们夫妻传染穷酸气。对不起，风总，是我胡言乱语，冒犯了你。堂姐，你刚刚不是说我老公是上不了台面的老鼠？不，风总这么尊贵，是我说话不经大脑了。哎呀，是我们嘴贱，是我们没有教养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凤总，你看夫人像不像护家的母亲？被人保护的感觉还不错。庄林，欺负完我老婆，你还走吗？是我有眼不识，我要知道是您夫人，我哪敢得罪啊？刚才你可没少威胁。不是，凤总，我哪敢得罪你老婆呀，凤总。刚才可不是这个态度，还威胁我们夫人在青州混不下去。庄家今日起从青州除名，而你马上收拾东西滚出青州。凤总，你让我走，还不如让我死了呢，凤总。我家世世代代都在青州啊，凤总。舒然，风夫人，你饶了我吧，风夫人。自己不可。风总，你饶了我吧，风总，风总，我错了。风总，对不起，都是我有眼无珠，不该冒犯你。是呀，既然你都娶了，然然呢？我们都是一家人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们吧。风总，我们知道错了。看在我老婆的面子上，现在给我老婆道歉，我可以考虑原谅你。从你开始。还不赶快给风夫人道歉！你想让我舒家跟庄家一样吗？对不起，刚刚是我出言不逊，冒犯了你。然然，都是伯母的错，你别怪灿灿了。然然，对不起，都是伯母的错。然然，都是爷爷不对，别往心里去。消息了吗？他们该道歉的不是我，还有我妈。你妈，她是事出有因呢，我们也没冤枉她呀。你们仅凭几张照片就可以定她的罪，你们觉得合理吗？你妈水性杨花是事实，事实？难道不是你们诬陷她的吗？舒然，没有证据的事儿，你可别胡说八道。谁说我没有证据？证人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时候，梁婉还应该在医院里昏迷。这个女人只是和我妈长得一模一样，并不是我妈。她叫赵红。大夫人、大小姐，是你们让我扮成梁婉拍照的，现在快救救我呀！胡说什么？我们根本不认识。胡说八道！哪里来的疯女人？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大夫人和大小姐，他们把我整成二夫人的样子，还用我家人的性命威胁我，让我扮成二夫人的样子拍照，然后污蔑二夫人。这是她的整容记录，以及舒灿和刘雅给她的转账记录和恐吓信息。这些证据都能证明我妈是被他们母女二人诬陷的。舒然母亲是被冤枉的，所以她跳楼也是被迫无奈，自证清白。没想到舒家大夫人和大小姐心肠这么狠，不给一些惩罚简直天理难容。我妈被他们重伤，至今未醒。爷爷觉得该怎么处置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把他们母女送执法署调查清楚。爸，都是我的错，这一切都跟灿儿无关了。你这个屠夫，竟然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！你要是影响了我灿儿的婚事，我拿你质问。配合的真默契，把舒灿摘得干干净净。我都承认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不要欺人太甚了！你们污蔑我妈的时候不觉得过分？你们逼我妈跳楼的时候不觉得过分吗？你们伤害我妈的事，我一一都要讨回来。一切罪责都在我，这事儿灿儿不知道，你
就放过他吧。你们伤害我妈，污蔑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放过我们呢？还不把他们押入执法署？怎么，你们舒家想要包庇杀人凶手吗？来人，把他们送执法署！爷爷，救我！爷爷，妈，他可是你最喜欢的孙女儿，救救我们呀！然然，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会派人把你妈接回来。我们一家还是热热闹闹的。你跟风总的新婚，我一定会把这个回门宴办得风风光光。不必了，我妈妈的清白已经还清，以后我们和舒家再无关系。慢走。哎，哪想到舒然有这么大的能耐，我真是不该把他赶出门，这就错过了。商先生为何对你如此恭敬？其实是医院来电话了，可能有急事，我去接一下。商先生，听说凌霄神医之前在鹿角大陆出过车祸，后来被青龙店主所救，此事是否为真？不错。太好了，商先生，你与凌霄神医感情深厚，他是不是来青州了？看来神医还没有告诉他自己就是冉冉，神医有自己的安排，那我就不能说。神医云游不久，至今下落不明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。我知道了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风总，您别灰心，既然确定冉冉小姐没死，我会加派人手去找她。务必要找到她。找到后，您怎么处理？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。不管她想要什么，我都会想办法让她得到。我明天过去。风哥哥有喜欢的心上人，他有心上人，那迟早会和我离婚吧？那我何必告诉他3年前的事，徒增烦恼？你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你和商路认识吗？算是朋友。他之前为了答谢我，帮我调查证据。原来是这样。对了，我妈想见你，你明天和我回一趟我家吧。好，但是我得可能先去趟医院，我妈喜欢。好，明天我陪你一起去。冉冉，妈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现在好多了，只是医生说我还需要卧床休养几个月才能出院。妈，你被刘雅和堂姐污蔑的事儿，我已经在爷爷的寿宴上公开澄清了。现在他们2个人被送进了执法署，以后你可以安心养病了。他们母女为了我手里的股份，不惜污蔑我，现在也算是自食恶果。这位是？他是你女婿。妈，你和庄林结婚了？好，很好，只是多年未见，妈妈都快不认得了。妈，我跟你说件事儿，你可千万别激动。他不是庄灵，他叫风以宙，是风氏集团的 CEO。我和庄灵退婚了。其实你在山上那几年，庄家一句也不过问，我就猜到你和庄灵婚约的结局了。你的腿是3年前出了一场车祸，所以留下了一些印记。妈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在帮他治疗腿了，他很快就可以康复的。
我只是出于关心的问一句，瞧把你给急的。只要你和你自己相爱的人结婚，妈妈就支持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他的。没想到风总也挺会安慰人的嘛。多谢夸奖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让灵堂先把我们送回我家，明天再去你家搬东西。不用，明天我朋友答应了帮我一起搬。是你闺蜜吗？那我们请她吃顿饭，答谢她一下。算是男闺蜜吧，我之前救过她的命，没事儿，你不用跟她那么客气的。钥匙给我。不用了，我。钥匙我没找到，要不咱们先回去吧。也行，走吧。哎，等等我。这么大，你一个人住，还装得这么冷冷清清的，不孤单吗？我习惯了。今天开始第2个疗程，你的腿比上一次已经有知觉了。所以这次扎针可能会有些疼，隐忍。没事，你尽管施针。那我要开始第1针了。我还没扎呢，你就反应那么大，你怕针啊？没有，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。没事。我电话响了，是我的电话。宝贝难道就是他的那个心上人吗？你先接电话吧，我一会儿来给你收针。妹妹，你有什么事？需要哥帮忙吗？哥，你是我亲表哥，我打算提前回国玩2天，你别告诉我妈呗。我明天就带你嫂子回家，要是不告诉小姨，到时候她更生气怎么办？你跟文若姐姐结婚了？太好了，文若姐姐单恋这么多年，终于成真了。不是文若，是一个很好的女孩。不说了，到时候一见面就知道了。不是，哥，喂，竟然不是我好闺蜜文若，不行，得赶紧告诉文若。到时候我告诉你。时间到了，我来给你收针。谁要回来啊？是一个烦人的小丫头。这里啊，很快就不得安宁了。他的心上人要回国了，那这段婚姻还能维持多久？今天的治疗结束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好。伯母，这是我特意为你找的千年人参，价值300万。这个呀，是我刚刚给你泡好的茶。听说你最近啊身子不好，喝这个补补身子。你有心了，不愧是文家千金。可惜呀，一周娶了舒家流落在外的野丫头。是文若没有福气嫁给一周哥哥，只是啊，我真替一周哥哥感到不值。听说舒小姐的妈妈跟别人拍了艳照，成了全青州的笑柄不说，连乙宙哥哥都被一起议论了呢。什么？您不知道这个事啊？哎呀，都怪我多嘴。妈，你没事吧？乙宙哥哥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您的儿媳，舒然，这位是我的妈妈。妈，不要叫我妈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媳妇儿。妈，你怎么这样？
家有贤妻，胜过万金。你娶了她这样身份低微、卑贱的女人，你会被拖累的。你会被拖后腿的。妈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然然？他妈妈拍艳照被赶出家门的事儿，全青州都知道。他有这样的妈妈，一周啊，他能好到哪儿去？那些都是以讹传讹的谣言。他的妈妈是清白的。澄清又怎样？他的地位放在这里，你娶了她，他会连累你的。妈，以我现在的身份地位，还需要联姻来帮我锦上添花吗？风太太，我妈妈的事情已经澄清，我现在有自己的工作，不会拖累一周，你可以放心了。说得轻巧，虽然宇宙的事业不需要联姻来助力，可我这偌大的封家也需要有个有能力的女人来掌管。你看看文若，出身高贵，知书达理，管理家族不在话下。你看看你，只是个山野出身的村姑，上门连个礼物都不带。伯母，您别责怪舒小姐，她呀从小在山上长大，很多礼数不知道是正常的。不懂可以教，品行坏就无药可救，一下山就害得庄家全家被赶出荆州，真是个丧门星。我和庄灵是有过婚约，可庄灵却以退婚羞辱我和宇宙，是他们自作自受才离开青州的。况且这次见面我也不是空手来的。这枚清心丸，就是我给您的见面礼。不想送礼就不必送，不要拿这个泥丸子来寒碜我。像这种成分不明、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有多远给我扔多远。这可是掺了50种顶级药材的清心丸，300万都不够付1半药材钱，真是不适合。妈，这是她精心准备的礼物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不必了，我有文若给我送的千年人参就够了，我不需要舒小姐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。风雨中妈妈脸色异常发红，眼睑和指甲却苍白没光泽。风太太，您有高血压，不能吃人参，否则就会虚不受补，会加重病情的。你少胡言乱语，这可是我花了300万精心挑选的上等人参，再滋补不过，怎么可能加重病情？再贵也不能乱吃药啊。风太太除了咳嗽，还有手脚出汗、睡不安稳，这些都是虚不受补的症状。这人参药性极强，吃了可谓是毒药啊！伯母，他说这你信啊？可他把我的症状说得很准，肯定是以周哥哥告诉他的。虽然医术高超，我只是说过你的身体不好，这些症状都是他自己观察出来的。望闻问切不过是医生的基础罢了。在你来之前，伯母就已经喝过我送的人参泡的茶了，一点事都没有。你少危言耸听。舒小姐，你为了博我好感，在这里信口开河，成何体统？你已经喝了那参茶了，那人参的药性会使你的血脉倒流，会出事的。你少招伯母。我相信舒然，他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。我这不是好好的在这儿坐着吗？一周呀，不要相信这个长舌妇。妈，伯母，拿我的针来，我能控制他的病情。一周哥哥，伯母这个病只有全青州最有名的江医生能治，他一个村姑懂什么？但是江医生来也需要时间啊。他之前帮我治过的，我相信他的医术。一周哥哥，你这个时候还替他说话，他要是乱来加重了伯母的病情怎么办？你有把握吗？相信我。舒小姐，你可不能为了出风头就乱来。伯母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要不是你买的人参害他吐了血，加重了他的病情，若你要是再次阻扰，那就是蓄意谋杀。你少胡说八道！闭嘴！不要打扰他治病。他体内的淤血已经干净了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太太不抽搐了，脸色也好了。顺，都归你在。应该的。为什么太太还没醒？舒小姐，你该不会是扎错穴位了吧？太太的呼吸又弱了，刚才该不会是回光返照吧？
好你个舒然，原本等江医生来就没事了，你非要插手，伯母都要被你害死了。我相信舒然。宇宙哥哥，你怎么还在替这个害人精说话？我看他根本就不会治病，在装模作样。我不会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。医生，你算什么医生？你哪来的条件学医？我没有义务跟你解释这些。我相信你。宇宙哥哥，你真是被他迷得不轻。伯母都这样了，你还在替他说话？我不会拿宇宙妈妈的生命开玩笑。空口无凭。伯母现在还没有醒过来，来人，把他抓起来。江医生到。江医生，快看看我妈是怎么回事。是谁为冯太太扎的针？就是这个野丫头乱扎针，是不是又害伯母的病情加重了？拜见凌霄神医。我20年没下过山，居然有人认识我。江医生，他是凌霄神医，怎么可能啊？冯太太只是因为吐血虚脱，待会儿就会醒来。为什么他们说他是凌霄神医啊？凌霄神医的针灸术冠绝天下，刚给冯太太疏通经络的手法，只有他才会。他是凌霄神医，那岂不就是冉冉妹妹？江医生，你认错了吧？5年前，我参加国际医疗大赛，刚好有看到过凌霄神医的针灸视频，绝对不会认错。这个江医生还挺识货。要是知道凌霄神医就在冯家，这冯家的门槛肯定都要被踏破了。我就是不想被打扰平静的生活，才不想暴露的。江医生，你确实是认错了，我不是凌霄神医。我就说嘛，他一个村姑怎么可能是凌霄神医？可是这针灸手法只有凌霄神医才会啊！这是我之前在山上捡到的一本针灸论，我自学的。居然是凌霄神医的绝版名著，竟然被你也捡到了。不过你这丫头还挺聪明的，这么难的针灸术都被你学会了。凌霄神医医术超然，他就算是东施效颦，你学不来。要是真的神医，几招就把伯母治好了。你看伯母到现在还没有醒，就是说明他医术不精。妈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我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，身上也不疼了。江医生，是你救了我。这次功劳可不是我的，是这位舒小姐救了你。是你救了我？好好休养1个月就可以根治了。我这陈年旧疾还能根治？妈，多亏了舒然，要不然你今天可就凶多吉少了。真是多谢你了。伯母，要不是他惹你生气，你根本就不会生病，有什么好谢的？江医生，你来说说封夫人生病的原因是为什么？封太太，您刚刚是否喝了参茶？不错。那就对了，人参的药性太强，所以说引发了您的疾病。伯母，我是无心的，我只是想让你好好调理身体。就是因为你毫不关心宇宙妈妈的病情，只是为了刻意接近宇宙，所以才送来了不对的人参。伯母，不是这样的，温小姐，你不用解释了，你过来。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，我那么对你，你还愿意救我。在我眼里，你只是需要救助的病人。好医术和善良缺一不可，所以才能治好我妈妈。这是我们封家祖传的玉镯，以后呀就交给你了。我老了，该歇着了。妈，你可刚刚才说要把他赶出去啊？臭小子，我那不是误会了然然吗？既然老夫人已经醒了，那我就先回医馆了。我有个外甥女，跟你差不多大，但是没有你稳重。过几天啊，她要从国外回来，你帮我好好教教她。妈，其实表妹的飞机今晚就落地了，但是她不让我告诉你。这丫头肯定又想偷偷去酒吧玩，真是越大越不让人省心。伯母，我不懂药理，让你受苦了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温小姐，我之前是动了你和宇宙在一起的心思，可
可是他既然已经结婚了，我现在对冉冉也很满意。你以后就不要来我们封家了。我要休息了，这个人参你拿走吧，我就不送了，文小姐。舒冉，你给我等着！试试腿能不能动了？能动了。第一个阶段的治疗已经结束了，经过这次治疗，你的腿已经可以动了，可以复健了。这么费心为我治疗，辛苦你了。没什么可辛苦的。再说了，我可不是免费治疗的，我出诊费可是很贵的。我所有的资产，房子、卡、车，你随便挑。不用，我开玩笑的。给你治病，我1分钱都不要。谢谢你啊。如果他没有心上人该多好，是我晚来一步。租了这么久的飞机，闷死我了！今晚必须好好去唐国喝一顿，庆祝我回国。回来，我当然高兴。只是啊，我最近心情不太好，可能没办法陪你玩起来了。是因为那个女人吗？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保证让我哥看清那狐狸精的真面目，到时候分分钟把你娶回家。宝啊，真好。其实啊，你哥哥不娶我也没关系的，我呀，只是不想他被居心叵测的女人给骗了。你看他3言2语哄你哥把庄稼赶出了青州，还害我被风伯母误会，她那是什么好女人啊？这个坏女人，等着吧，我会去弄死她。好了，宝儿，走吧，我们先去唐宫给你接风洗尘。神医，你把我喊到唐宫来，一句话不说，连喝了3杯闷酒，怎么有心事啊？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生与死，而是你面前放了一只香喷喷的烤鸭，你却吃不到。都放你面前了，那为啥不吃？有人预定了呗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这个有主人，那你再换一个呗。对了，那你告诉我是哪个女人，我来帮你解决。我来帮你解决。没个正形。爷爷，平时风总的人在，根本不让我见舒然。不过您放心，我打听过了，今晚风总有事，舒然一个人在唐宫，我一定说服他回家帮忙。堂妹，好巧啊，你也在这儿啊。商总，幸会啊。蔬菜，你这个时候不应该在执法署。都已经调查清楚了，和我没有关系。何况我妈妈是一时糊涂才伤害了你妈妈的，我也很抱歉啊。可那都是上一辈的事情了，不是吗？刘雅要是听到你把所有责任都推在她身上，不知道会不会后悔帮你顶罪。过去的事是我不对，家里的生意受影响一落千丈，已经算是惩罚了。现在文家愿意投资我们，只要你能给文老爷子的旧疾治好，我们家的生意就有救了。风太太和你无亲无故，你就愿意救？我们可是一家人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和舒家早就没关系了。要是风总知道你和别的男人私下里卿卿我我，会有什么下场？你威胁我？你可以不在乎舒家，但你妈妈能不在乎你爸爸打拼下来的舒家股份吗？如果你妈妈知道你任由舒家破产，你爸爸的心血被毁，还能好好养病吗？你这也太恶毒了吧！我爸打下来的家业我自有打算，至于舒家，早就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。你还不快滚！你爸爸股份的事儿需要我帮忙尽快说。我能搞定。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他！
哪来的野丫头给本大爷？你没事吧？美女姐姐，你好厉害呀！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几岁了？有男朋友吗？没有的话，考虑考虑我哥呗。他长得特别帅，就是眼光不太好，被一个死绿茶骗了。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当我嫂子好不好嘛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已经结婚了。你还让我别打人，自己借死这人英雄。美女姐姐，他不会就是你老公吧？小妹妹，饭可以乱吃，但话不能乱讲。哎呀，美女姐姐，我脚崴了，你送我回家吧。就算我们当不成妯娌，当姐妹也是好的嘛。你住哪儿？畅园。畅园？那不是风氏总裁的住处吗？你进得去啊？当然了，他的每一处房产都有我的指纹。怎么回事？看来是救了风宇宙的心上人了。我正送你的心上人回畅园，你回来一趟吧。心上人？我哪来的心上人？灵堂，备车，回畅园。是。这女人真把自己当女主人了。切，姐姐，你穿这一双，千万别客气，把这儿当自己家就行。姐姐，你先喝水。我去把这狐狸精的衣服扔出去，一股骚味儿。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不用，别脏了你的手。他要是现在在这儿，我非扒了他的狐狸皮。哼！喂，宝儿，你去哪儿？我在畅园清理门户呢，有我在，淑人别想当风夫人。我忙着呢，改天聊。文若跟这个美女姐姐比起来，实在是不够看，我还是喜欢这个美女姐姐做我的嫂子。没想到风宇宙的心上人是这种活泼小姑娘。小妹妹，你也好好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你不能走，因为我害怕哥哥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我相中的嫂子都要跑了。美女姐姐，你跟我一起扔吧。裴宝儿，你在干什么？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谁让你乱丢衣服的？你居然为了那个死绿茶吼我，打死我也不捡。你胡说什么？要么你赶死绿茶走，要么我就继续扔。住手！你刚才说谁是绿茶？还能是谁？你娶的好老婆喽？你这样，你们别吵了，我现在就走。不许走！哥，你也喜欢美女姐姐是不是？她不仅人美还心善，帮我赶走了流氓。比你那个一无是处的老婆好100倍。哥，是啊，我哥是不是巨帅？你别看他坐轮椅啊，他超有钱的，他马上就能站起来了。哥，我都给你找这么好的嫂子了，你就把那个淑然赶出去。淑然，你的衣服。淑然，美女姐姐，你就是淑然。我看你扔的挺起劲儿的，一直没机会打断你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要是知道你就是我嫂子，才不会这么干呢。我现在就把这些去洗干净，然后给你放回去。你刚才不是说打死都不捡吗？哥，人总有年轻气盛的时候嘛。好嫂子，你就别生我气了，我也是听别人说你坏话，所以才误会你的。你帮我赶走流氓，是个大好人，那些人根本就是在乱嚼舌根。这2瓶香水就当是我的赔礼。哼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用哦。复健已经到第2个疗程了，再坚持下去，很快就会成功的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没压疼你吧？门怎么打不开啊？哥，嫂子，好好享受这美好的夜晚吧。宝儿，你别闹，你先把门给打开。
宝儿不愧是你小姨的女儿，风风火火的性子简直一模一样。你没事吧？怎么突然那么烫？舒然，香水见效还挺快，看来我很快就要有小侄女了。宝儿，明天我给你举办回国派对，帮我做你哥哥女伴嘛。不好意思，我觉得我嫂子人很好，以后不会再帮你了。舒然，昨天晚上我的问题，我先回去了。舒然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我没有。你的腿，哥哥嫂嫂，你们这么早就起来了？哥，你的腿，你能站起来了？之前没有告诉你们，经过这段时间的复健，我的腿已经能够短暂走路了。你快坐下，不能操之过急。是啊，这段时间辛苦了。哎呀，都从一张床上起来了，干嘛这么生分呢？你一个小姑娘，每天脑子里面都在想些什么？信不信我把香水的事情告诉你妈？哥，我也是一片好心嘛，帮你们促进感情还不好？我一早啊就给你们准备了礼物补偿你们。今天晚上有庆祝我回国的派对，你们来参加呗。我没空，还有别的事。我也，嫂嫂，好吧。宝儿，我还没喝够，再来一杯。乖，你在这里待会儿，我去拿毛巾。不要，风哥哥，你不是说送给我玉佩就要跟我结婚吗？玉佩，冉冉，送你的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听说这是你的传家玉佩。对，戴上它以后，你就是我封家的女主。你是冉冉。你还记得3年前在鹿角大陆，我们发生车祸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要睡觉。你是不是我的冉冉？风已皱。林桃，我要你秘密调查冉冉的身世。我要知道她过去3年的成长经历。对了，帮我联系一下商路，我要见他。喝杯水，醒醒酒。头好疼啊，以后再也不喝那么多酒了。昨晚你喝醉了，我们……没事啊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。那你以前……之前经常这样啊。啊？怎么？你没照顾过酒鬼啊？酒鬼啊？你说的经常这样，是喝酒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是指什么？我还以为你说的是喝酒以后做的事。啊？风总，您要见的人已经约好了。哎，他是要去见心上人了吧？舒然，清醒一点，人家只是绅士风度照顾你，可没别的意思。你的腿已经彻底康复了，以后不需要我再帮你治病了。是啊，我也可以终于没有顾虑的做我想做的事。是和你的心上人有关。我们离婚吧，反正我们结婚本来就是为了各取所需，现在你的心上人也回来了，我也不能占据他的位置。
是该结束这段婚姻了，不然以后不好和我们的孩子解释。以后的孩子？3年前，我和一个女孩在鹿角大路发生车祸，我的腿因此受伤，那个女孩也在车祸中消失了。我一直以为她死了，所以精神失常，忘记了她。没想到她成为了凌霄神医，所以我一直想找到她，我想娶她，想让她当我的妻子。然然，你应该不会怨我吧？怨我这么久才找到你。原来你不是有了心上人，而是失忆忘了我。总算是还我清白了。那今天的问题，你有答案了吗？然然，我对你的爱至死不渝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风宇宙，我愿意。风宇宙，你干嘛？去做我们没有完成的事。